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又到了增援故事馆的时间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心灵钥匙。有位女子经常梦见一个很奇怪的梦境，梦中总是出现相同的场景、相同的事物，自己也熟悉了该梦境。她在梦中看见很多人被关在一个暗黑的房子里，房门上面锁了把生了锈的铁锁，有很多人被关在里面，悲伤地哀求女子救他们出来。而每当梦醒时，她就会觉得自己胸口被压闷着，很慌。久而久之，受该梦的影响，她得了忧郁症，且越发严重，经常觉得胸闷，心神不宁，非常的烦躁。他看了很多心理医生，一直都未见改善。他听说有一位老和尚可以医治一些医药以外的疑难杂症，于是不远路途之遥，跋山涉水去求见老和尚。老和尚听了他的叙述后说：你这病不难治，我会交给你一把金钥匙，你把它挂在胸前，但你一定要记住，如果在梦见那个场景时，你就用这把金钥匙把那房门打开，要把暗黑房子里的人都放出来，只要他们得救了，你的病自然就会好了。他感谢过老和尚慈悲后，就挂着那把金钥匙回家了。隔几天之后，他果然又梦见了暗黑房子以及那里面的人，但这次他好奇地靠近了暗黑房子，从孔洞中向里张望，他看见房子里面都是自己曾经熟识、讨厌过的人，有骂过、为难过他的婆婆，有欺负过他的邻居，还有小时候把他推进臭水沟里的同学，差点淹死他的同伴等等。更向更里面看去，怎么还有一条瘸腿的狗呢？他想起来了，这条黑身白头的恶狗，小时候在他上学的路上，经常出来对他追着狂吠，是他最害怕的一只狗。总之，暗黑房子里面有很多都是曾经伤害过他的人，都是他所讨厌的人，都是对他很不友善的人。他心里想着，我不可能打开这个房门，他们受罪是应该的，罪有应得，我为什么要便宜他们，将他们放出来？于是在一句句求救声中，他每次都收回了金钥匙，每次都不愿意救出这些受罪的人们。半年过去了，他的病更加严重了，使用医药无效之下，他再度去求见老和尚。老和尚听完了他的叙述后说：你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否则我的金钥匙也救不了你了。你今天晚上就住在我们的厢房吧。如果你还梦到那个场景，在那暗黑房的门锁还没真正锈死之前，你必须把它打开。记住，你不用金钥匙打开那暗黑房门，就没有机会了。听了老和尚的话后，他下定决心，不管那里是些什么人，他都要打开那房门。果然，晚上又梦见了暗黑房子，他又想起了那些他所厌恶的人做的事，所以他又犹豫了。他无法说服自己，为什么要放走他们，让他们去逍遥？为什么要对这些恶劣又讨厌的人们慈悲呢？但突然他又想起了老和尚的忠告，几经交战后，最后他什么也都不愿意多想。他勇敢地拿出了金钥匙，尝试了很多次之后，哐当一声打开了房子生锈的锁。里面的人争先恐后，拼命地从房门逃了出来。
大家都看到了光明的希望，一样的高兴。隐约中好像还有最后一个女子，她在人群的最后边，她很好奇的小心翼翼慢慢的向女子靠近。当越来越近时，她觉得那女子怎么会如此面熟，好像是她自己一样。不，真的就是自己。她蓬头垢面，目光呆滞，十分瘦弱可怜，只剩一丝气息。就在他将这女子带出这个暗黑房子的一瞬间，暗黑房子突然就轰然倒塌不见了。刹那间，阳光倾泻进来，刺眼的光使他惊醒。他醒来时，浑身透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吐了一口气息后，他整个人就清爽了起来。原来胸口郁闷的慌的感觉不见了。天亮之后，他马上拜见了老和尚，告诉老和尚所有的经过。他现在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，心情特别愉快。老和尚说，当你的心里求助了别人，那也就求助了自己。你锁住了过去，也就锁住了自己的心。无边的怨恨、烦恼垒起了暗黑的房子，深深地将你自己的心固锁住，牢牢不放。你如果能够放下过去，打开心窗，让阳光照进来，当然你的病自然就会好了啊。自此之后，他的病就彻底好了，整个人变得眼睛明亮，面色红润，十分漂亮美好。或许我们心中依旧有很多的眷恋、爱欲、恐惧，或许我们内心依然会愤怒、悲伤、仇恨，或许我们浑浑噩噩，每一天没希望、没目标、不快乐，甚至充满着负面情绪，怨天尤人、自暴自弃、愤世嫉俗，这些都让我们深深地固锁住自己，扭曲自己的心。如果我们用宽恕去平抚内心的焦虑，学着用宽恕去遗忘世间人性的丑陋，我们转变不了外在的世界，那就试着抚平自己负面的情绪吧。学习真源身心灵成长中心的清理功法，运用智慧科学修行，将计较、忧虑、仇恨、嫉妒、愤怒、贪婪抚平，转化自己的心念，比宽恕别人更容易，就是所谓的境随心转。在日常不断的抚平、转化、宽恕中，智慧得以提升，我们的心境会逐渐改变，成为一个更圆明、全新的我。当内心的习气、贪婪、恐惧逐渐转化，在宽恕中慢慢消散，会发现这些外在物质的世界仅仅是人世间流通的现象，而这种外在物质的现象，在随着我们智慧提升后，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真正牵绊住我们的心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就是所谓的转世成智。因为智慧提升后，会发现其实没有过不去的事情，只有过不去的心情。当我们的心不随相转，相即不引心动，就能证悟佛家说的所谓的空性，不随思想牵流，不随感受波动，如虚空，无来无去，不动不摇，无垢无净，周遍圆明。真正自己的心性是无限清澈、温暖而光明的。我们的心性中，无论是执着中区分出的我执或法执，都是自己待突破的障碍。所以如何运用在真元宫修得的般若智慧，进而破除及对治执着，是我们修行的终极目标。能放下他人，就是宽恕自己，也就是解脱自己。我们的心灵能转化，
宽恕了意识里的阴暗面，也就还原了我们觉性本有的自在光明。当我们的心灵拥有足够的温暖，灵性就拥有足够的力量，可以超越人世间物质现象界，入精神法界，穿越生死海。心灵在时时处处中安住当下，心境从生死观中而不断升华。要放下，要抚平，要宽恕，要解脱，要转化，就到真源求功法。我们内心的光芒从未退失，我们本有的觉性也等待启发。在真源求功法精进修行，也将使我们的灵性越发光芒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